在梦华录那会儿，你入行是8年了吧？嗯，差不多。他入行8年了，我都不知道。他入行的时候我还没入行呢。我认识林妹妹是她人生当中第一次录综艺。哦，对，是那会儿是她第一次录综艺，我跟她在同一个综艺里。那会儿19岁。所以等于我再跟她拍《梦华录》就已经是8年后了。对，我第一次见允的时候是，当时《梦华录》试戏的时候，然后第一次见哦，为什么哦？漂亮，就一下惊到我一下。是被美貌惊到，还是觉得被气场惊到？就哦，她是林允，她是美人鱼。傻了。都有吧。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第一次见他，跟在之前荧幕上看到的形象就不太一样，就特别好，特别 nice。就是介绍了一下，我是饰演的陈莲，然后这是孙颖照，我就和他打招呼，他就很 nice 给我打招呼。他通常不说话，他如果就是第一次见面的人，他不会是那种非常自来熟或者热情那种。对，他必须得熟了才能够放飞自我。是的。我那时候拍《梦华录》的时候，妍姐就老说：“管云鹏，你太演了，你怎么老演呢？求您放过小人吧，小人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4管2带不的孩子，我实在惹不起麻烦呀。我这不是为了能让您高抬贵手，才顺嘴这么一说嘛。但没想到观众特别认可，把我的脸啪啪打呀！在播完的时候，我见妍姐，我说妍姐，大家都说我一点没演。然后妍姐说，还好你整体的风格比较统一。林妹妹那段时间很奇怪，她怎么吃都不胖。那《梦华录》的时候，哎，你看你都叫林妹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叫她林妹妹，我都是叫她允。现在这个剧组叫我允妹，叫我允妹。但是大家叫我都很统一，泡泡。我没有，我叫你管云鹏。哦，对，妍姐都是叫管云鹏。反正我觉得我的辈分应该叫你管云鹏，管云鹏。我觉得你就怕我，你是不是有点怕我？我不怕你。是不是因为我作为长辈、前辈和大姐？没有，就总觉得你身上有一股正道的光，正道的光。正道的光。哎，真的，我们拍不完美的时候，允拉着我要对剧本，对到凌晨。我怕那个被狗仔拍到解释不清楚，直接跟他录全程录 vlog。好离谱！你可以开着门啊。就没事，就是我们全程就录下来我们对剧本的这个过程。你们可以再叫一个人。这叫谁？都4点，我们一直对，就是只有他愿意陪我熬。然后第2天我就给他发信息，全改了，全改了，是全改了，全改了，就是把这场戏的架构改了，是吗？对。我以前会开门哎，就比如说是同组的男演员，宣传的时候我们会在一间屋就是聊聊天什么的，我把门打开。我跟妍姐对着住的时候也是，都门开着，然后我的狗跑去找他，因为我们俩老住对门对面，对，他狗就直接跑我屋里来撒欢，啪啪啪的。没人偷拍我，我也没有吧？对我们谐星真的很少被拍。我们谐星好想被拍。我们3个都是自己住嘛。哎，那男生自己一个人住会害怕吗？男生一般不会害怕，我习惯了，因为从小自己住。你在北京独居生活没遇到过什么特殊情况或危险的状况吗？危险的没遇到，就是我觉得很暖心的，我遇到了。就我跟我邻居，就是他会帮我照顾我的家，我家的花花草草啊。有时候短期内，比如1周，然后奥利奥就我邻居看着。哦，这么好。那我的邻居就蛮高了呢。啊，我看了你新的那个戏，就是遇到了，其实你也完全不认识，只是眼熟就打照面。遛我狗的时候见过，打过招呼那种。打过招呼就闲聊嘛，反正也都戴着口罩，
就聊着，哦，我知道你住哪儿。哦，戴着口罩他也认出来了，因为认狗。真骂人去。没有，是真的。因为我在惠州家里2只柯基嘛，他们就是认狗认我们家里人。有一次我哥去遛狗嘛，他们把我哥认成我爸。我哥说我有那么老吗？然后就是这种。你们就是别人知道了你们这个家里会不会有危险？我不行，我不会跟邻居成朋友哎。哦，我是绝对保护隐私的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被跟踪过2天，然后有入屋啊，入屋抢劫，然后把我当时攒的钱买的那个新的手机拿走了，然后就是直接取到钱了就走了，然后怕你马上报警就给你灌了那个安眠药啊，给你灌了安眠药。我死都不吃，还是给我吃了。所以我小时候是被吓到了，那是我第一次求助邻居，后来我就有点晕，我就敲门，然后拿邻居电话报的警，就这样，然后脸也搬走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要命！这个事儿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他刚好那个时候他就租的一个小平房屋，那个地方来的人员比较杂。结果后来有一天呢，他好像是下午，我不晓得几点钟回来就是睡觉，睡的时候呢，他那个门反正是他没说反锁，白天他就没说反锁，他就不晓得怎么个把那个门透开了。哇塞！因为电视台发了什么奖金吧，大概15000还是17000，这么多？那时候真巨款。他就妈妈这笔钱呢，我给你，他说我不用啊，你拿去看病了和跟爸爸了怎么样，你们去用，我明天给你寄来。那就被盯上了，就遇到那个直接就进去了，他就在那里翻，可能翻东西翻了一下，我女儿就醒了，结果他看他醒了，就拿枕头啊就把他压着，当着别人怎样？他说你要钱我给你，你把我弄死了，你自己以后要填命的。好，那个男的就把手才把枕头松开了。智取，我就讲那对你人没对你伤害不伤害，人还好没有，我那就行。对，我讲你这人好，钱是身外之物是吗？对。他自己去想，他讲妈，他心里想妈，我还报答我妈的养育之恩还来不及，他可能我今天我就，意思就是栽在这里了就死了。第一就是想到父母，父母年纪大了，我要走了怎么办呢？他就想我妈妈的希望就是本来是寄托在我上。那是我是真的，我吼的好久我的心里。后来我就赶快打我儿子电话，你赶快到广大来找你妹妹。他当时他就马上就搬走了啊，一个女孩子2个人就合租在那里去了，那个女孩子跟他玩的是同学，2个人就住在一起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晓得吧？这个事情确实是太吓人了。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到现在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我们不管有什么防盗门啊，有什么门啊，电子锁，我还会用传统的插销，就我自己手钉上去，就是那种插销，再在里面插一刀。哎呀，然后我有长达3年的时间，就是除了插销，我还会放个凳子在那边。哎，那住酒店呢？就是其实我住酒店我也害怕，一定要弄反插销的。我觉得会，因为我们住酒店住得多，真的有人刷房卡刷进来的嘛，对吧？有。还有我一刷进去，里面还住人呢，是的，就是会有这种问题。然后我现在就会一点，就是我有监控，然后家门口要摆一点男生的鞋。我有一次调监控，门口看到一封信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然后调监控才发现，可能是我们这栋哪一层的小姑娘打听到我住在这里，她给我写了很长的信。然后放在门口，然后一直敲我的门和一直按门铃啊！但我那时候不在家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被打扰到。是，对，我之前夏天买菜，那去小区就是也挺热闹的，然后被一个男生跟踪，这么嚣张吗？然后他就一直跟在后面，然后我就有点害怕了，因为也比较热闹嘛。然后我就转呀转，在一个发廊门口的海报蹲了很久，然后等那个男的走了之后，我再回的家。什么时候这是？
也是15、16、7岁的时候，差不多。还有我在网上刷到，就是给那个独居女生的门口会有一个小标志，对，会有标记，在下面。他们说有时候会在上面划，证明这个家有几口人，通常是几点不在家。就在看景，踩点，其实在踩点。小偷会划在哪里？小城市就在门框旁边，会写一些他们的记号，发不同的符号。对，是吗？是啊，他多发几个圈呢，就表示人家有钱。回去要看一看。但是现在因为家里也没啥好偷的，说实话，因为大家也不会有现金，也不会有贵重物品在家嘛。但是就是怕，就是尤其是我们独居女性的安全问题。但我觉得有个监控很重要，而且监控要分享给家人。就万一你真的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们是同时能监控到你家里的情况的。你们都不装监控啊？我装，对吧？就是家里爸爸妈妈就是都装着，对，都要装监控。我就连我们小区那个物业的阿姨到底每天有没有搞卫生我都知道。